到了2025年的5月20号啊，520啊，520啊，不知道你对这个520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啊？外面很多人说我爱你呀，520啊，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这个直播啊。那我们一开始的时候也是一样啊，老朋友来这里打个招呼，大家好，新的朋友也告诉我你是住在哪里，我是想知道一下啊，我们结交五湖四海世界各地的朋友，到底你在哪里啊？那还有一点呢，就考考大家，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情，好像看起来大家都不太留意，但是这个真正的是在增加投资的风险，无论是投资美元资产啊，或者是美债啦，或者是美股的这个风险正在增加啊。大家考考大家，你觉得这个是什么事情发生了啊？那我们呢，其实有开股了啊，就是美国的信用评级被降低了。那到现在为止啊，昨天晚上开市的时候，美股是调整了一下，跌了一下，但到最终也是涨上来了啊。那我们看到呢，现在市场还是比较这个忽略了这一个风险。忽略了这一个风险，所以我们一会儿会讲一讲可能大家都忽略的风险在哪里。OK 所以今天晚上的内容也是非常多啊，我不知道你喜欢我们讲哪一个。探讨哪一个多一点，所以麻烦大家也可以在留言区投票，到底是 A 想我们讲美国的这个信用评级被降了，到底有什么带来的风险啊？第二个，我们最近也在做10倍股的案例的更新。那我在做10倍股的案例的更新里面，其中有一个股票也最近也发生了一些事情，股价又涨了一些你想我在这些10倍股的一些股票具体的一些案例的分析里面有一些 update 给大家也可以写个 B 第三个，最近我试了一下，有一个新的方法用了5分钟时间赚了2万块左右最近也蛮多人在做的，到底这种赚快钱的方法背后有没有风险？有没有 catch 有没有一个为什么这么好的东西不经常做呢？做多点呢还是值得做呢？如果你想知道 C 的话，也可以打个 C 我们时间有限，看看大家的那个意愿当然了，今天晚上这个这个视频也会是直播，也会是价值满满的也欢迎大家邀请大家把这个直播分享给身边的朋友。特别如果你有以前参与我们的直播的话，你都可以看到我们免费的直播在这里探讨的其实都有很多的赚钱的机会，提升股票回报的机会所以是价值满满的所以大家不妨把今天这么有价值的这个直播分享到你其他的群组啦，邀请你的朋友来啦，因为为什么呢？到了1000人的话，我又可以回答大家其中一个想问的股票。过去我有回答的股票大家当然这个感兴趣的，我回答的有蛮多的都是讲中的，都是大家有好的一个回报的所以呢，今天看看能不能过1000人上几次我们都过的希望今天也能够过1000人OK， 那我看一下大家有深圳来的朋友OK， 非常好那我们看一下，好像最多人讲的是 OK， 都蛮平均的那蛮平均的，我就每个都讲一点，好吧 ？OK。那事不宜迟呢，我们马上来讲一下美国的信贷评级被降了其实它不是第一次被降大家好像美国的信贷评级被降了其实它不是第一次被降，麻烦大家写下来全世界有3个评级的机构，3个评级Moody's 是最后一个把这个美国的这个信贷评级降下来的另外2家是标普S&P， 还有一家是 Fitch 信誉一早就把美国的信贷评级给降下来了那这一次穆迪把这个美国的信贷评级也降下来了，也就是说现在统一了3大评级机构把美国的信贷主权评级都是降下来了
OK，那当然这个美国是不是还是最好呢？不是的啊，现在世界上还有大约10几个国家，他们的信贷评级还是在 Triple A 最好的3个 A 的评级啊，所以现在美国的国家主权的评级。这个国家主权的评级已经是降下来了啊，那代表什么呢？代表其实很深远的一个问题啊。那首先没有讲那个之前，我们再一次讲回到我们之前在不同的 YouTube 视频里面有讲到，美国有3大危机3大危机，其中一个关税战暂时是缓和了一下美国最主要的关税战还是跟中国暂时是缓和了90天。所以3大危机的问题其中有一个缓和了，所以最近我们也看到股价也是涨了一下，股票市场也涨了一下。之前有跟大家紧密的这个关注和分析跟踪这个关税战的进展大家如果有看回我们之前的直播的话，有好几次直播的话，在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觉得是个机会这个问题缓和之后，我们说股票会涨一下现在都是涨得蛮不错的如果你有跟踪我们的话，有行动的话懂得怎么去行动的话，应该也有所收获的那我们也讲到第二个问题是美债的危机美债的危机。现在我们是提前讲的现在这一个美国发生的信用评级被降的原因这个原因正是我们之前讲到的美债危机美国政府还有其他的州政府、地方政府、企业政府企业还有个人，他们所借的债越来越高特别是联邦政府借的债越来越高那以前借的债累积越来越高不好意思咳嗽了一下。那以前这个债越债越高还算是可以，但是没想到这个利率利息也是涨得非常高当然这个利息是涨了1-2年了涨了1-2年了但是呢，美国的国债也是3年啦、5年啦，这些国债到期的时候，它要重新发债的时候，这个时候国债的收益率上去了，它重新发债的利率就要上去了所以呢，未来几年这个美国的财政赤字会是越来越厉害，因为它根本是无法靠这个财政的收入来支付它的开支所以它的财政赤字会很大，但是它的那个借债很多，利息涨上去之后，它基本上还不起债的机会是越来越大。这个就是现在穆迪把这个美国的主权债券的这个信贷评级降下来的原因那这里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风险远远要比大家好像市场现在是有所反应的要大呢？因为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你可以告诉我你知不知道有几点。第一点就是一个地方的企业，他们所有的这个信贷评级不会超越那个地方的国家的信贷评级就是说，举个例子如果你是在美国企业你以前是 Triple A 的信贷评级非常好，那现在美国被降下来了，很大的可能在美国的其他的企业，他们的信贷评级也会被降下来。这个使到以后这些企业他们也要发债的时候，他们的债的利率也会上涨这是第一个风险第二个风险我们算这个股票的估值价值投资法，股票的估值到底有贵不贵啦，股价贵不贵了，对吧？我们要算它的估值，算它的估值的时候，我们用的是一个折现率折现率就是美国国债的收益率加上一个风险的溢价。那现在美国国债如果不再是一个叫无风险的收益率了，那整体来说以后这整个这个叫 discount cash flow是个概念很难计算的，但整个 DCF 的计算都是要重新来定义了因为无风险的国债无风险的这个回报不再是美国国债的收益率了，
所以这个影响是很大的。第三个影响就是 Ray Dalio 这次讲到啊，我是用这个名人来讲啊，其实我是很认同 Ray Dalio 一贯的一些看法的，包括中国跟美国的关系的演变啊，这个变化。那他说到呢，这个现在这一个评级啊，这个信贷评级的降级，只是反映了美国有可能违约的这一个风险，而没有算到美联储滥发钞票啊，以前的 QE 和2020年的 QE 2.0啊，2008年的 QE 1.0，这个他们是没有计算进去啊。那还有啊，这个通胀当然是现在特朗普的关税啊，叫供应端的通胀啊引发的通胀，还有就是滥发钞票之后，人家钱太多了，去消费的时候引发的通胀，这个叫需求端的通胀啊。通胀还有两种的这个原因，一个叫需求端的通胀，一个叫供应端的通胀。那现在特朗普的关税是使到通胀从供应端开始有啊，所以今天又学点新的名词啊。以前呢 QE 好像没有太大的通胀，除了2022年的时候啊，所以美联储马上急需的在2022年连续的很急的加息加了好几次。OK，那好像后来通胀是搞定了，对吧？其实呢，以前美国不断的靠贸易的赤字，全世界进口廉价的产品，把它的滥发钞票这个通胀推给了全世界。那现在美国特朗普要使到美国再次伟大，减少贸易赤字除了推高了美国供应端的通胀的原因，其实把以前给了人家的这个需求端的通胀也是拿回来了美国了啊，所以美国接下来的通胀这个风险也是很大的。第三个当然是美国如果国家违约了，这个也会严重的影响美元作为全世界储备货币的这一个危机这个其实危机是很大的。如果我们好像要美元倒啦要人民币强啦，这个其实都是不正确的想法因为美元危机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做生意的、做投资的，都会受影响包括我们在银行的钱，无论它是港币人民币台币都会受影响。不是说美元不好了，我的港币就好了，我的台币就好了，我的人民币就好了，因为这些钱背后也是美元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美元相对来说现在也变弱了一点但相对黄金的话，它是变弱了很多相对比特币的话它也是弱了很多。其实就是这个美元大家对美元的信任度也是不断的在下降，而这些这个风险是远远没有反映在现在的这一个信贷评级被降的这件事情里面所以不知道大家觉得现在美股是不是一个好的投资的时间大家可以来做个投票，你觉得美股是不是我们来做一个投票，大家看一下我们因为市场的调查也是很重要的，一般来说市场投资者的情绪也是很重要的我们马上来看一下现在这一个新的这个信贷评级降下来了有没有已经反映在市场里面，还是市场是过度乐观？现在是不是一个投资美股的好的时间？好吧，如果搞定的话，我们来做个投票。我也喝口茶。有没有等等OK， 好大家还有什么想法对这个第一个我们讨论的有什么想法，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OK， 好，我们现在来投一个票，你觉得现在是不是投资美股的好的时机OK， 大家投票啦。美股涨到让散户改变信仰怎么改变信仰呢？我不知道从哪里改变到哪里？什么的信仰如果这位网友可以具体一点的话，那会更加好。OK， 好我们再来5秒钟的时间来投个票，5、4、
3、2、1 啊，那一共呢，我们有大约70票投了票啊，70票投了票之后啊，79%的人觉得不是一个好时机，20%的人觉得还是一个好的时机啊，超过40票就有一点统计学的一个参考的价值在里面啊，但我觉得整个市场来说啊，还是比较乐观的啊，可能是跟我们这里是反过来的啊，那就 very good 了啊，这其实是好的，因为大多数的人是错的啊，如果我们可以跟大多数的人对着干，基本上来说是比较好的。OK， 好，有人说是应该到2027年左右吧，这么厉害啊？OK 啊，那 we will see 啊，我们到2027年再来回顾一下，好吧？OK， 那还有一点啊，这一次其实危机要比以前严重，还有一点就是美债。现在买它的人，以前买它最大的国家曾经是中国大陆。后来然后就是日本，对吧？那中国我们知道，中国大陆跟美国的关系最近是越来越不好啊。两个总统啊，从拜登从特朗普1.0到拜登，再到特朗普2.0，关系是越来越差啊。那我们也看到，拜登当时也是把美元作为一个战略武器啊，来没收、冻结和没收俄罗斯的资产。所以这个情况下，中国还有其他的国家，包括这里还有个小小的中国香港啊，当然中国香港买的这个债券的金额不是很大但是也是在减少啊。那中国呢在3月份持续的减少美债。那我们也知道美债未来不断的有一些美债到期要重新的发债，少了中国和其他的一些国家来这个买美债会不会使到美债的收益率大幅度的上升因为没有人买嘛，它需要用更高的利率来吸引投资者去投资债券市场那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对吧？他说：“哎呀 ，Who cares 啊？谁管这些评级啦？你看 Saudi Arabia United Saudi 这个 United UAE 我们叫 UAE 还在买卡塔还在买对吧？你看一下 UAE， 其实它的国债也在这个月3月份减少了所以人家也不是傻瓜人家也会看你的信贷评级降下来了，就需要更高的这个收益率。”来买了那更高的收益率是对美国是很大的一个问题的，因为他欠了很多债嘛，一旦这个利率上涨的话，这就是会引发到更大的这个利率的开支。我们之前讲过的3大美股的危机，其中一个就是它的利率这个支出会更加大因为这个利息上涨会更加大使到它的美债的危机，还有美股的美元的危机这个都是相连相关的。OK， 所以现在我觉得那美债的收益率上涨了，其实对股票市场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这个也是大家要小心的，好吧 ？OK， 那讲了要小心的地方了但是我觉得呢，现在不投资也不行因为你的钱随着通胀美国的通胀也会上去了，全世界通胀都会有机会会上去所以这个钱还是要找出路。我个人觉得中国现在的股票虽然有很多的面对的问题挑战，被美国制裁打压等等等等但是整体来说股价还是相当的便宜所以它面对的风险大部分也是在反映在股价比较低的股价里面了当然不是随便买，我觉得有些股票最近已经反弹了不少了，有些股票也是这个不是太好的投资了但是还有一些股票呢我觉得还是值得投资的那其中一个是小米股价涨了很多了今天收市的时候是54.8这里还没有最更新，收市的时候是54.8这个又涨了一点了所以还是小米还是涨了蛮多的。为什么涨呢？因为它最近又要推出来新的晶片了
芯片晶片那它最新的设计的晶片3纳米当然是台积电做的3纳米 OK 他也说已经大量的量产了那这个也是对小米人家会憧憬它以后可能现在中国是缺芯嘛，缺晶片嘛，对吧？那它设计出来了，中国也想摆脱美国的晶片，会不会对小米未来不光是卖给消费者手机了，可能也会供应其他的手机的制造商它的那个芯片所以小米最近它还在做人工智能等等等等这一些这个产品的发布，使到小米的这个股价又上到了54.8比较高的一个位置了。所以大家说，小米这个不好嘞，那个不好嘞，对吧？这个都是一个个人的意见很多人都觉得小米的股价涨太高了。我们就讲到小米如果我们计算过，我们在10倍股或者 GMT 或者10倍股的案例里面有计算过小米的内在的价值其中有一个就是雷军的个人的价值，品牌的价值，还有一个就是小米这个软实力这个软实力我们叫 Alpha所以这两个如果加进去的话，小米现在股价虽然涨了这么多了，其实也是涨了很多了但是也是解释了它为什么市场给了它一个非常高的溢价所以大家对小米这个产品有什么看法那我们最近呢为什么也谈到了小米呢？最近大家之前有给大家讲过，我们在更新4个案例这个10倍股的案例那所以之前有5个，其中有4个案例我们现在会更新其中小米是其中一个，所以我们看回到了2024年的11月，我们做过一些10倍股的总结，当时也有一些是跟小米有关的所以现在如果你这个还没有报这个10倍股的话那今天赶快来报名，因为有个好处就是你会额外的得到了4个案例其实我们的队伍已经搞好了2个案例了已经搞好了要上传了，要取代掉这个旧的2个案例了。我说别这么急，别这么急，因为再给大家这个几天的时间可能在明天或者后天这个会上传我们新的案例，这样的话旧的案例就会下架下架。那我们给他到星期3好不好？星期3的中午。所以呢，大家如果还没有看过以前的案例的话，也是非常值得看的因为我们通过案例会学到怎么能投资，找到下一个10倍股所以今天晚上大家进入这个如果是这个10倍股的同学的话马上进入再重温一下我们过往给大家的5个案例，因为有4个很快会陆续的被下架，有新的案例上来了那当然没有报名的人真的邀请你看一下这个机会错过了就是很不值得了，很冤枉，很后悔了，好吧 ？OK， 好那当然了，我在5月31日也会加一个Q&A 直播的 Q&A by the way 现在是800多个人了还差一点点大家就可以问我一个股票了当然我之后还会讲多2个股票，包括最新的一个投资的赚钱的方法好像很容易的赚钱的方法所以大家趁这个机会还有最后一个非常有价值的那个直播这个叫多点人来，超越1000人的话，大家又可以问我一个股票我会分享我的意见了所以回到这里，我会在5月31日的时候，还有不到几天，对吧？还有10天左右的时间，我会加一个 Q&A 来，大家学好了这个10倍股之后，有什么问题来回答大家包括你要想谈一些这个股票是不是10倍股啦，那个股票是不是10倍股啦，我们都可以来探讨一下，好吧？所以呢，投资自己的脑袋这个10倍股。其实有很多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课题都是帮助大家
这个投资自己脑袋的。OK， 那5月份我们之前说啊，是你投资自己脑袋的一个非常好的时间点啊，所以你看到这些课题啊，如果你是想学习的、喜欢学习的人，这些都真的是价值满满的。我是30年的投资经验，MBA 的麦肯锡的经验总结出来的，让我不断的找到像小米啦、富途啦、NVIDIA 啦这些好的公司的10倍又10倍的这些公司的你也可以得到这个投资的秘籍，好吧 ？OK， 那好了，那刚才讲到了最近呢，我试了一个新的赚钱的方法这个就叫打新股或者抽新股 ，OK， 那之前呢，我一直是这个抗拒什么但是我看人家蜜雪冰城啦什么老普黄金啦泡泡玛特啦，对吧？抽了新股都涨了好多那之前也是对那些股票不认识这个所以一直都没有抽一直都在抗拒。那最近宁德时代来香港上市，宁德时代我在2020年9月份就做过深度的研究，当时因为它是在 A 股的300创业板上市或者是高科技的公司，我们买不到，海外的人买不到，所以很可惜买不到所以他这次来上市的时候我就去抽了抽呢我分享一下我的经验By the way， 大家有没有抽过香港的股票抽新股？有的话可以写一下，没有的话也可以在留言区写一下我想知道一下大家有没有抽新股那我是用香港的富途抽的如果你有香港的券商的户口，富途也好，其他的也好我觉得海外的同学也可以参与的这个机会不仅仅是香港人全世界人，只要你在香港能买香港股票都能够参与的那我星期三的时候我就看到富途给我这个连接说这个宁德时代来抽新股了，问我要不要，那我就点进去了因为我真的也是在等待宁德时代等了4年多了5年了，对吧？那终于我可以是买这个宁德时代了。所以呢，我就点进去，大约它有2个选择，第一个是富途借钱给我来抽，我只要给一点点的本金，他给我10倍就是就让我去抽。第二个呢是银行1024应该是很高位的，快手应该你亏本亏得不得了了，这个 John 对不对？你当时我记得快手当时涨到500块。应该是好像这个200-300块上市的，现在只有50块，应该是亏了好多的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抗拒抽新股的一直以来抗拒抽新股的一个原因。OK， 那回到了宁德时代所以有2种的融资钱不够怎么办，对吧？那第一个呢，富途券商可以借钱给我我相信其他的券商也可以借的当然每个券商不一样，我是用富途抽的，所以我是用富途的这个例子来讲，其他的券商我就不知道了那第一个呢，就是用富途它的那个融资当然这个利息我一看也是比较贵的券商的利息比较贵的。第二个可以用银行来这个融资也是10倍的杠杆，10倍的融资。我一看免利息不用利息不用利息，这就很吸引了，对不对？不用钱他只是收100块的手续费。那我觉得手续费100块，当然只有1天的利息了因为他星期4冻结我们的资金，星期5就还给我们了，所以冻结1天。所以呢，我本身最近卖掉了蛮多的股票的，所以我有蛮多的现金的，我只用了银行的融资。如果你说哎呀我的钱不够啦我不够钱怎么办那你有2种做法。第一种呢就抽少一点一般来说抽少一点它给你的中签的比例会相对多一点的第二个你觉得哎呀我要抽多一点呢，中签的比例少一点，但是中到的这个抽中的股数可能会多一点最终呢我是用了免费的这个银行融资如果你是用了券商的融资再用银行的融资也是可以的那券商的融资给你也有好几倍可能最大的也有10倍。
所以如果你是券商的这个融资，再加上银行的融资，那你这个融资的杠杆就超越10倍了，非常大了啊。当然这个融资越大，风险是越大的，因为你无法这个承受啊，万一啊，这个它的那个超额认购的比例不够啊，你就拿到了好多好多股票啊，超越了你能够持有的那个股票的一个风险啊，那个能力了，那个风险是很大的啊，所以呢，大家量力而为的话啊，但是也可以考虑一下券商和银行所提供的一个融资。OK， 那宁德时代还有一个好呢，就是它因为在 A 股上市啊，虽然我们买不到 A 股，但是在 A 股上市，所以它其中也是提供了一个相对的参考的价值啊，就是大约这只股票值多少钱，对吧？其他的新股我就没有太大的一个可以参考的一个数字。啊，所以在这里啊，我们刚刚做了一个投票，大部分的人78% 的人是没有抽过新股啊，所以21% 人有抽过新股。OK， 那我总结一下，我就用了5分钟的时间，用了一些我在券商里面现有的现金啊，也没有全部用掉，现有的现金借了免费这个借的银行的融资，星期四冻结了资金。星期五被通知抽到了500股就5手，我是抽了1000抽了1000手，中了5手，所以这个命中率是0.5%，0.5% 是比较低的那就算比较低的话，我今天早上哎呀还是。这个是不用做事情了，还是经常2分钟看一看股票，我半分钟看一个股票，哎呦涨了，哎呦跌了，哎呦涨了，哎呦跌了，要不要卖了？要不要卖了？要不要卖了？对吧？终于呢，我是在这个大约是早上10点多的时候，哎忍不住了，太纠结了这个不用生活了，不用工作了，不用吃饭了，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觉天天在那里涨了一点要不要卖跌了一点，哎呀会不会跌下去很纠结结果我觉得哎呀太纠结了，这个太难受了，我还要工作了，还要生活了，还要做其他事情了，我就赶快把它卖掉吧。OK，结果10点钟卖掉我卖的时候肯定知道是卖便宜了为什么呢？人家也会像我一样赚了钱了想走嘛，对不对？赚了钱了。在我总结的那个叫散户致命的10个错误里面，其中一个就是赚了钱了忍不住了，一定要获利离场了，要卖走了那大家一开市的时候，都有很多人都是赚了一点钱了，不错的钱了，对不对？想卖走了，所以这个时候肯定这个股价被这个有很大的那个沽售的压力卖的压力，所以股价肯定是便宜的。所以呢，到了最后果真涨上去了好像我一看，我太太帮我计算一下，赚少了5000块钱，哎呀，就半天赚少了5000块钱所以大家来给我一个投票，到底我是太早离场了，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还是哎呦有网友说知足常乐没有犯错来大家给我一个意见很少有给崔爸爸意见的那你觉得到底我是犯了错误，你太早离场了，还是这个可以啦，赚到了也不错啦，17000，5分钟赚17000也是不错的了，对吧 ？OK， 好，大家来给我一个feedback最后5秒钟来投个票卖得好谢谢你的鼓励 ，OK 好，5秒钟，5、4、3、2、1 ，OK， 我们来看一下可以啦，也不错啦，88%可以啦，也不错了，OK， 那88%的人也说可以了，不错了sorry 73最终的结果70%，哎，没有这个不是我刚才看到还没有出来 ，OK， 不要紧，一会儿我们再看大多数人觉得我还是不错，还可以OK， 那好了，其实我想带出为什么我想卖呢另外一个原因，第一个就是我很纠结了，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在等待不是耀明宁德时代的时候，我其实是找到了一个我形容
下一个宁德时代啊，下一个宁德时代，我找到它的时候才只有3块多。3块多，现在当然是接近20块了，19块多，接近30块了啊。大家可以看到，我在3块多、4块多的时候买了不少。OK， 那这个就是何塞啊。那我们最近10倍股的案例里面其中5个案例里面要更新的更新的4个案例里面，其中一个就是何塞。那为什么何塞我会找到它呢？其实背后是有很多的学习点的我希望分享了这个案例之后，大家是能够真正的把握现在 AI 带来的机会，科技发展带来的机会是这个改变很大的这个翻天覆地的改变的我们要好好的不要被时代淘汰，不要被科技淘汰，同时我们要利用科技来把握机会赚钱所以何塞我觉得未来当然已经涨了，从3块多涨到现在20块，涨了4倍了，但是未来还是有很大的机会的还有一点就是大家知道吗 ？Rich 是看技术分析、看强势股的，Papa 是看基本分析、看价值投资的很少我们2个是同时看好一个股票的何塞是他最近在他的 APP 里面也是看到这个强势股有买入的信号所以hint 我在做10倍股的时候，我也是再一次的重新的看到它的基本面，我为什么当时看好它，所以真的是如果千万不要冲出去就听了一个号码就买何塞但是你觉得如果Rich 看到有买入的信号 ，Papa 又觉得它是一个10倍股，为什么呢？我真的邀请大家报10倍股的这个课程，看完了整套21天的课程，教你怎么看的。其中一个案例何塞，我们会很详细的分析为什么我看这个何塞所以大家赶快看完之后，他是下个星期出来业绩报告我不知道他的业绩报告好不好但是我觉得你现在马上看完之后，马上你自己做一个你的决定的话，我们何塞的业绩报告出来之后，有可能你会有所收获，好吧 ？OK， 好那刚才那个投票出来了觉得也不错啦，赚够啦，这个是78%，太早离场的有21%，OK OK。那今天的时间还有一点时间但是不够1000人所以大家你觉得何塞不如这样了，我问大家，你觉得何塞和宁德时代哪一个比较好我们最终来问一下大家当然我们第3个是你不了解，2个公司不是全部了解也是可以的就是第一个，你觉得宁德时代好一点，宁德时代是做电池的基本上它是全世界现在电池的电动车的电池的最领先的供应了基本上大部分的中国的电动车，大部分除了比亚迪之外 ，OK， 那何塞就做激光雷达的也是头5家 Robotaxi都是用它的包括机械人也是用它的好，大家来投个票OK， 我们最终给大家10秒钟时间，10、9、8、7、6、5、4、3、2、1 ，OK， 我们来分享一下大多数的人是投何塞的 ，OK， 那所以不要看了一个号码就去买，还是那一句今天赶快的来研究一下，你自己做一下研究如果是10倍股的同学的话，回看一下10倍股我们讲过的框架那21天的课程也密切等待明天星期3明天的中午我们会上传我们刚才看过已经做好的一个案例的更新何塞的案例已经做好了我是觉得就是做完之后觉得很有看头了大家看完之后一定对何塞有一个明确的一个了解和做一个更好的投资的决定OK， 所以大家星期3明天
密切留意我们何塞的案例的上传，好吧？没有报名的同学赶快报名了，10倍股跟这个投资投资自己的脑袋都是不能等的，好吧？OK，那我们今天就这样啊，谢谢大家的参与，拜拜。